当别人还在3天饿9顿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野外生活了1个年头。不仅通过杠杆原理自制起重机，搭建出坚固的石头墙壁，还用粘土做好全屋防水，更是自制温暖大气的壁炉，成功吃上热乎乎的烤玉米，在野外也能混得风生水起。由于上一个庇护所处在半地下，经常有大型猛兽路过来骚扰，卡尔迫不得已只能进行自保。这回决定重新找块风水宝地，准备搭建个更加牢固的庇护所。而这个视野开阔的半山之巅，就是他选择的理想位置。多的不说，少的不落。只见他用分金定位术，先把几根细木棍镇压在4个角落，用线绳规划出大概的轮廓，然后开始用铲子挖掘土地，沿着既定好的位置挖出几条基坑，使得四周形成一个四四方方的整体。既然想要搭建坚固的庇护所，石头肯定是少不了。好在这里的资源比较丰富，让他收集起来毫无尺度。他只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就把附近的石头收刮一空。这些石头都是最好的建材。不过在搭建之前，他用2根细木棍拼接在一起，中间用铁丝网连接起来，来给自己做个简单的筛头，方便后续筛选一些细腻的泥土。带的筛得足够的多，顺势再请他们喝口山泉水。经过搅拌后的稀土，堪称野外最强混凝土，用它来填补地基简直再合适不过了。就这么一块块石头向上垒起，缝隙处再用粘土进行填补，而且过程中他还用柳枝制作了个扫把，给表面粗糙的墙体进行美化。不过随着向上垒起的过程中，这些石头也是越来越大，仅凭着1个人搬运非常吃力，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看来得用上真正的科技与狠活了。只见他从背包里面拿出来麻绳，接着分别把2棵小树绑定上去，中间再用1根木棍当作横梁，这样就可以利用杠杆原理将原木架接上去，通过一个有效的支点来撬动100吨重的巨石，使得后续的搭建轻松许多。说话的功夫，卡尔就在一旁垒出个石头床，一层一层的石头垒好后，他再用粘土进行填充，把带有缝隙的地方都给密封好。看卡尔的手法有点东北火炕的感觉。得益于有了工具的辅助，让他搭建起来轻松许多，很快就用几块巨大的石板垒出台面。看样子应该是带火道的床，睡上一觉去湿寒，醒来嘎嘎精神。石板床铺好以后，卡尔又找来1棵造型奇特的原木，再用锯子截成所需要的长度，就可以用绳索的辅助给安装上去。这样既能划分出窗户的位置，也可以欣赏美丽的景色，同时原木还能起到支撑的效果。既然预留了窗口的位置，公平起见，大门也要搭建出门框，这就少不了把原木加工一番。好在卡尔精通榫卯结构，几个简单的操作下来，就能让他们首尾相连，更加深入的进行交流。现在有了大概的轮廓，剩下的空间只需用石头进行填充。由于这里的石头足够的多，再加上粘土也是零元购，所以卡尔并不担心建材的问题。吸取上一次搭建的经验，这回他打算把4周的墙体全部都用石头垒起，而且过程中还要再预留个小窗口，这样不仅能增加室内的采光，而且还能达到南北通风的效果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看着狗子在壁炉下方沉沉睡去，卡尔也并没有休息。得益于有了吊装的辅助，100来斤的重量搬运也不在话下。虽然每块石头都是不规则形态，但硬是被卡尔安排的棱角分明，整整齐齐，毫无违和感。很快就完成了4面墙体的搭建。老样子点燃干柴烈火，先给整个壁炉进行烘干。随着火势越来越旺盛，一缕炊烟通过火炕缓缓升起，卡尔也终于可以依偎在壁炉旁休息一会，和狗子们欣赏着美丽的风景。尽管已经搭建好了墙体，但他还是在一旁挖了个基坑，然后他去远处找了1棵精壮的原木，先进行一番灵魂的沟通。在征得树兄同意后，卡尔将其给带了回来，将其身上的陈年污垢去掉后，直接放进壁炉里面进行碳化处理。趁这个功夫，他继续在山里面绑来一堆成群结队的原木，这些都是搭建屋顶的最佳材料。不过在搭建之前，先把原木用杠杆给吊上去，用来给庇护所当做房梁，接着把碳化好的原木稳稳地放入基坑，底部再用石头进行填充。从这个延伸出来的空间就能看出来，卡尔准备预留出露台。另一侧也是如法炮制，把碳化好的原木当作承重柱，形成一高一低的隔断房梁，而后通过上方的杠杆把1棵100来斤重的树兄对接上，将彼此连接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四四方方的框架，交接处再用1根木栓贯穿彼此。现在有了结实的原木做基础，搭建屋顶就变得简单很多。为了能更早的住上新家，他选择搭建这种斜面屋顶。这种屋顶可以节省很多材料，且搭建过程十分简单，只需要整齐划一的排列在一起，交接处再用木栓进行加固。卡尔只用了2个小时就把这些木棍安排到位，多出来的地方直接锯掉就好。
好巧不巧，上一秒还风和日丽，下一秒就倾盆大雨。好在一旁有他之前收集的稻草，卡尔也只能带着狗子去一旁的稻草堆躲避一下下。随着雷雨交加的夜晚过后，整个墙壁也算是经历了一次考验。卡尔也开始准备给屋顶做防护，首当其冲的就是用石头搭建个烟囱口，一片片石板向上垒高，这样既能起到有效的防火效果，也不用担心有躺板板的风险。至于顶部的隔层，卡尔准备用木墩子进行衔接，缝隙的地方用粘土填充，来杜绝四处溜达的小风乱窜。现在从正面看已经有了家的样子。随后用剩余的木栓做了个9齿钉耙，将其地面上的稻草重新归拢在一起，全部铺垫在屋顶上方，既能起到保暖的效果，还能把缝隙填充住。由于这里处在半山坡，所以卡尔不得不考虑泥石流的问题，这就需要在一旁做个引流槽，而挖出来的黄土也没有浪费，只要通过山泉水的滋养，就能发挥出最大潜力。做出来的黄土堪称野外最强混凝土，用来给屋顶做防护简直再合适不过。现在表面上看起来丝滑很多，这种斜面屋顶完全能过滤雨水的侵袭。搞定了屋顶的部分，卡尔也终于可以在野外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忙碌了一天，该到了干饭的时刻。只见他点燃干柴烈火，把新鲜的玉米通通给放进锅里，烤上个7七49分钟以后，就能吃上香喷喷的玉米棒子。虽然野外生活过得拮据一点，但有了狗子的陪伴也是乐此不疲。这才是最有安全感的庇护所，因为它利用100吨重的石头，再加上巨大的原木堆砌而成，纵使外面刮着狂风暴雪，里面依然能温暖如春。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，然而老白却是喜欢到处浪。他发现一条贯穿丛林的小溪，其坐南朝北的位置每天都能沐浴在阳光里，当即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。只见他先是结了几根细木棍，并将其一端进行削尖，有了合适的木锥子，他先用线绳规划出大概的区域，然后用铲子开始猛烈的刨地。得益于黑土柔软的质地，让他挖掘起来没费多少体力，按照标记好的轮廓线刨出个四四方方的基坑。好在这里的物质资源比较丰富，让他收集起来毫无尺度，像这种长相奇特的石头完全够数，用来搭建地基简直再合适不过了。而后他去附近打了一壶山泉水，先给自己烧一壶山间普洱茶，取不取暖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了充足的热水，可以让自己随时保持体力充沛，来应对接下来的工作。本着铺张浪费的原则，老白把附近的石头搜刮一空，有了足够多的石头做填充，搭建起来都是得心应手。不过想要地基更加牢靠，就需要一些上好的黄土，这种土质非常的柔软细腻，只要用山泉水浇灌上去，就能激发出内在的潜力，搅拌出来的粘土号称野外最强混凝土。为了使得庇护所百年不塌，他都会用来给石头之间做填充，这样就可以增加地基的稳定性。有了结实的地基框架，他找来一节千年古树当做立柱，光直径就有1米的长度，用来给庇护所当做门柱，安全感这块完全上升一个高度。老白一连安排了2根立柱，而后他把手臂粗的原木截成所需大小，这样就可以精准地卡在原木之间，来给入户口充当踏板，让门口看上去更加规整。这还没完，他继续找来泥土，采用相同的手法，又给庇护所安排几根承重柱。在老白看来，唯有石头与木头的结合，搭建出来的庇护所才算得上完美。虽然每块石头都是不规则形态，但老白硬是给安排的相得益彰，看着平平整整，毫无违和感。石块之间还得用粘土做填充，这手艺没在工地待上2年都学不来，但凡少1天都做不到如此丝滑。野外除了多如牛毛的石头，就是这种生长了1000年的树胸，老白也是毫不吝啬地进行沟通。在征得树兄的同意后，拿回来当做最后一根顶梁柱，再把立柱安排好以后，整个墙体也有了半个人的高度。看着老白认真干活的样子，相信很快就能有个温暖的家。考虑到爬上爬下不是很方便，他又找了一根精壮的小树，将其给加工成合适的长度，3两下给拼接个结实的木梯。有了梯子的辅助，搭建起来就会方便很多。经过2天半的努力，很快就完成了4面结实的墙体。现在只需要搅拌好粘土，把顶部再找得平整一些，继续去远处收集一些不成材的小树，像这种躺平的树胸，老白都要进行亲切的沟通。为了能让自己更早的住上新家，
接下来这110根原木用来搭建屋顶，这种平面屋顶安装简单且实用性强，只要把内部挖出合适的基坑，再用几块石头做填充，就可以用优质的原木做支撑。老白只用了1个小时就完成了屋顶的搭建。不过缝隙之间还需要做填充，为了方便来回走动，老白特意设计个天窗。既然在野外生存，就要学会利用周边的资源来为自己搭建可以栖身的庇护所。而老白早就已经轻车熟路了，免费的石头早就派上了用场，再覆盖一层粘土，保暖工作必须到位。别看老白今年40多，但干起活来真是没得说，不仅将庇护所坐落在森林中央，还成功的设计出牢不可破的石头屋。说话的功夫，他已经收集来一堆稻草，将其作用在整个屋顶上方，并且均匀地分摊到各个角落。这还没完，他继续找来松枝，由于这种松枝密度比较大，堆积在一起非常柔软，能更好地给屋顶做好防护。保险起见，他又给顶部覆盖一层泥土，这种双层防护更安全，就像8块腹肌的我一样给力。至于大门的制作，老白主打的就是一个实用，首先就是给大门安装个荷叶，再附带个门把手，就能让它们喜结连理，永不分离。在推开大门的时候，一场大雪也是如约而至。没想到冬天说来就来，看着群魔乱舞的天气，就知道这里的冬天有多给力。一直下到晚上，整个大地已经是银装素裹。待的第2天一早，外面的雪花依旧是没有停止的迹象。冬季的森林看上去很无话，也是个能让人净化心灵的好地方。至此，老白在野外又多了一个家，他可以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。